大家好，大家早晨。咁首先我梗係賣下廣告啦，自我介紹啦。咁我係 Payment Asia 嘅 COO，同埋亦都係咧 MSOE 嘅 Director Paul Tan。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分享下咧，就係 Red Tag 咧對於反洗錢同埋反恐怖融資入面嘅應用。咁喺呢個之前咧，我諗最主要咧，我都想講一講咧，近期香港咧，即係對於嘅 AML 嗰個情況係點樣嘅。咁我諗咧，反洗錢咧一個喺全球一個好熱門嘅議題。香港咧係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咁由政府啦、一啲嘅金融機構啦，同埋組織咧，去實施一啲嘅措施，去防止一啲嘅犯罪分子，譬如好似啲賄賂啦、詐騙啦，咁同埋咧啲販毒啦嚇，咁同埋資金籌集，去將大量嘅資金咧就用一啲唔同嘅途徑或者一啲金融嘅系統咧，就注入咗我哋嘅金融體系入面。咁而根據咧就喺UN 咧。喺2020年咧，咁佢亦都有個預計，咁大概咧係1.6個 trillion 美金咧，係涉及啲洗錢活動嘅，咁佔全球嘅 GDP 咧係2.7%。咁我諗香港嚟講咧，我哋以風險咧，我哋以最大嘅3個風險，一就係洗錢風險啦，嚇，咁啱啱我先頭都講過啦。咁第二咧就係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咁呢啲嚟講咧，就係恐怖主義咧，就係利用一啲非法或者係一啲詐騙嘅手段咧，去攞到啲資金翻嚟，跟住咧就愛嚟咧就做轉移啦，咁再用去使落去一啲咧就恐怖分子嘅活動入面。咁另外咧就係一個擴散融資風險，呢個咧就係好多時候咧有啲人咧係利用一啲金融機構、金融系統，係做一啲嘅大嘅規模嘅毀滅性嘅武器有關係嘅，咁而呢個咧就會令到呢啲國家嘅安全啦，同埋反恐咧會受到威脅。咁而喺香港而言嚟講咧，就我諗呢兩個風險咧係會比較低，即係相對翻比洗錢風險較低。因為香港一個好嚴謹嘅有一個好嚴謹嘅反洗錢嘅規條規章，咁令到我哋一定要遵從嘅。咁亦都可以咧就係相對翻咧。令到我哋本身嗰個投資嘅活動啦，或者係資金嘅流向咧，都會得到健康咯。咁喺反洗錢系統入面咧，咁我諗我哋香港就已經有一個原則，就係以一個風險為本。咁我哋唔理嗰個領域啦，有唔同嘅領域啦、渠道啦、行業啦，咁我哋都會作出一啲嘅風險嘅計算。咁同埋對於呢個風險嚟講咧，我哋會進行呢個評分同埋分類。咁而咧，我哋根據呢啲嘅評分咧，咁我哋可以作出一啲控制啦，同埋去監管佢哋，咁可以符合到法規上面嘅要求。咁而亦都我哋咧會行一個叫 PACE strategy 嘅。咁最主要嚟講咧，我會針對翻咧我哋點樣去防止啦、預防啦。咁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完善嘅合規系統，咁同埋亦都一個反洗錢同埋合規嘅培訓。咁亦都我哋需要知道一啲叫做警報，因為我哋收到警報嗰陣時候，我哋需要即時有個回應嚇，同埋要即時咧，我要一個內部嘅 review。咁另外嚟講咧，我哋都需要協調，因為我哋唔單止係自己嘅內部協調，我哋亦都可能有啲叫跨部門嘅協調，我哋都要做嘅。咁最後當然嚟講就係一啲我哋要一啲 enforcement 啦嚇，我哋要遵從一啲法規啦嚇，因為最主要嚟講咧，我哋根據翻香港嘅法規嘅條例，如果有任何嘅可疑交易咧，我哋都需要遞交翻俾有關嘅相關部門，亦都我哋要同佢哋咧，就協助佢哋咧去進行一啲執法或者係一啲行動嘅調查。咁咧就我諗香港咧同外國啲地方有啲唔同啦，因為我諗有好多都可能嘅來賓咧都喺其他地方嚟嘅。因為香港嚟講咧，就最主要嚟講咧，我哋本身咧有唔同嘅監管機構係監管唔同嘅牌照。咁好似 HKMA 啦，監管啲 AI 啦，咁另外咧海關監管啲 MSO 咁樣。咁但係我都想表達一樣嘢咧，香港已經有一個好清晰嘅準則，我哋都會受同一個法例反洗錢法例去監管。我哋會利用呢個框架咧去進行我哋一啲嘅
KYC 啦，同埋監控。咁呢個我諗根據咧喺2022年咧7月份咧發出嘅香港洗錢同埋恐怖主義資金籌集嘅風險評估報告入面有講過咧，銀行咧同埋咧金融服務經營商咧個風險咧較其他嘅金融機構為高，因為喺2016年至到2020年之間咧，咁而洗錢嘅定罪嘅個案咧，大概有87%咧，銀行都會受到一啲不同嘅影響。咁而涉及嘅資金咧就超過咧係110億嘅港元，就進入去銀行入面去做一啲嘅洗錢嘅活動。咁而喺2016年至到2020年之間咧，咁其實洗錢嘅定罪個案咧，咁呢個數字一個分佈。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咧，好清晰咁樣見到咧，係最主要咧係最多咧就係一啲詐騙同埋洗錢。咁而當中嚟講咧，就係有47% 咧係香港本地上游嘅罪行，另外有51% 咧係境外源頭嘅。呢個咧其實我諗都可以提一提咧，就係話咧，其實 FATF 咧咁早幾年都嚟過香港，其實佢亦都咧就最主要對於反洗錢嘅政策咧，其實佢都有提出一啲建議。咁同埋咧就亦都需要我哋去強化翻咧可疑交易嘅申報。咁同埋因為近年嘅新興嘅金融行業咧，咁不斷咁產生咗啦，譬如好似係SVF 啦、虛擬銀行啦、虛擬資產等啲機構啦嘅牌照出現啦。咁我哋亦都會相信咧，可疑個案嘅數字咧會係繼續係會上升嘅。咁由於咧合規嘅改革咧，同埋根據咧金融科技嘅發展咧，咁我諗個趨勢咧就作出改變啦。咁金融技術咧係提升咧，可以提升到咁嘅服務質素啦、服務效率啦，同埋一個方便性。咁入面包括咗咧有支付啦、信貸啦、投資啦、虛擬貨幣啦同埋保險等。咁而以傳統金融機構嚟言咧，因為佢哋嘅運作模式咧，如果要需要以一個Red Tag 為主導咧，咁其實佢需要投放大量嘅資源啦，因為好多嘅新嘅法例啦、法規啦同埋規章咧係出現咗。咁而出現咗呢啲嚟講咧，亦都可以保護到就係我哋本身嘅業務上面可以符合到一個法規嘅上面嘅要求，亦都係喺客戶同埋喺市場上咧，即係大家都會得到一個利益。因為 Red Tag 我諗最主要嚟講，我哋都係講緊一啲叫自動化啦、數據化啦，同埋人工智能同埋科技化，即係區域鏈，即係 blockchain 啦嚇。呢啲技術咧，去投放落去一啲合規科技入面。咁而 Red Tag 嘅 trend 咧，即係我諗個趨勢咧，其實我諗可以分開3階段啦。咁第一階段嚟講，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由一啲金融嘅，即係大型嘅金融機構，去將本身嘅流程或者個重新再做一個整合。咁因為最主要嚟講，佢希望就係話可以減低咗一啲合規嘅成本同埋合規嘅複雜性。咁喺第二階段嚟講咧，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交易活動嘅去量中心化，因為呢個係利用一個科技咧，去將個流程強化同埋簡化咗個繁複嘅流程同埋個準確性。而喺第3階段嚟講咧，咁其實呢個就包括咗一個 SupTag 落去啦。因為唔單 Red Tag 最主要嚟講，我喺從嗰個法規上面。但係如果從監理方面嚟講咧，SupTag 嚟講係可以幫助到一個可以改善一個完善嘅一個系統。咁呢度咧，我諗最主要喺 Red Tag 嚟講，我諗最常用嘅technology 啦，即係我諗個科技嚟講咧，咁最主要一啲 KYC 啦，我諗一叫 eKYC 一啲認證啦嚇。咁同埋一啲嘅合規嘅系統嘅流程。咁呢個我哋可以利用呢個合規嘅系統咧，去簡化咗個程序。同埋亦都可以提高咗個可塑性同埋可信性，因為通常咧 Red Tag 咧，我哋會利用一啲咧生物科技啦嘅技術啦，好似 face recognition 啦、自然語言嘅處理啦，咁同埋視覺化嘅分析啦嘅技術咧，去識別翻或者係認證翻個客人嘅信息同埋個身份。我哋亦都會利用翻咧 IDV 咧去識別翻個文件嘅真偽。咁我哋再透過一個 CMS 嘅系統，咁進行一個合規嘅流程。咁我哋再運用一個機械人嘅模式啦，即係我哋 so call 嘅 RPA 啦嚇。咁將一啲制裁嘅名單啦嚇，咁將佢資料咧放入去，再加埋一啲客戶嘅信息，
譬如好似地址啊、電話咁樣，咁作為一個比對。跟住之後咧，我哋會再用一個 AI 嘅運算同埋分析咧，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即係亦都可以大大可以減低咗咧我哋 AML 同埋 CFT 上面嘅風險同埋個準確性，可以增強個準確性嚇。咁而家 RegTech 嘅提升咧，我諗最主要對於一個風險管理上面咧，我哋個領域可以分開咗3個部分。一個部分嚟講咧就係一個資料分析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本身個情景嘅模擬同埋預測。咁第三咧就係網絡嘅風險監控，因為不斷利用咧 AI 咧或者一啲嘅 machine learning 咧嚇，咁同埋一個數據嘅運行咧，咁我哋其實嚟講咧，呢個經過呢個咁嘅整合同埋分析咧，咁其實我哋可以更加了解我哋客人嗰個 behaviour 同埋個 pattern。咁相對翻咧，我哋亦都可以預早去作一啲嘅風險嘅評估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做一啲預報。其實我諗 RegTech 嚟講咧，就除咗話當然嚟講咧有好處同埋有一個挑戰啦。咁我諗而家我會着重咗喺挑戰方面，我哋先講咗先嘅嚇。咁由於喺傳統嘅金融傳統嘅金融機構咧，咁而佢哋都係用緊人手或者去處理一個好大量嘅文件啦，同埋呢啲合規嘅程序。咁呢個係會缺乏咗一啲嘅自動化同埋自動化嘅系統咧，同佢做一個分析。咁而改變咗喺 RegTech 嗰個作為主導咧，咁其實佢哋最大嘅挑戰咧，就係一個數據上面嘅私隱度同埋個數據嘅完整性。因為數據嘅完整性咧，我諗係好坦白咁講咧，我哋係根據源頭。因為 RegTech 嚟講係以數據為主，係作為一個分析同埋一個去了解究竟去嗰個風險嘅程度。咁而由於個數據源頭可能佢對於喺一個傳統金融科技入面咧，佢俾嘅資料係唔齊全，或者係唔一致嘅。咁所以可能我哋需要咧投放一個大量嘅資源、人力啦、IT 啦，上面重新去整合過所有嘅資料。咁呢個亦都係會可能牽涉到一啲幾大嘅即係個費用啊嗰樣嘢啦嚇。咁亦都由於咧，可能一個本身嚟講，大家都知道咧，本身金融科技不斷係提升緊唔同嘅服務，亦都係就會產生到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法規法例出嚟。咁而喺 RegTech 嘅層面上咧，咁其實都需要做一個調整或者做一個應變嘅。咁所以呢個嚟講咧，都係會如果假設我哋應變到唔夠時間，或者係唔能夠及時 ，sorry 啊，應該唔能夠及時去做呢樣嘢嗰時候。咁我哋有機會，我哋就會跌咗落一個違規嘅情況下面，咁會令到公司嘅名譽啦，可能或者本身嚟講金錢上面啦，佢會有個損失。咁另外我諗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喺要推動 RegTech 咧，咁其實就一定要攞到企業嘅老闆嘅認同嚇，因為始終同埋另外管理層啦，同埋同事啦，因為我諗最主要嚟講用做 RegTech，我諗要提升個科技啦、人力啦，同埋其他嘅資源上面時間。咁如果老闆唔認同咧，咁我其實嚟講咧，我哋都面對一個好大壓力，要推動 RegTech 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嚟嘅。咁而我諗最主要咧，我諗就挑戰我哋已經存在咗啦。咁但係我哋都相應翻嚟講 RegTech 亦都有佢一個幫到我哋一啲企業嘅好處喺入面嘅。因為我哋利用 RegTech咧，其實我哋一個可以全天候365日24小時。我哋可以做一個本身嘅客人嘅認證啦，同埋本身嚟講個信息嘅認證。咁呢個亦都可以大大減散咗我哋人手上面一啲好瑣碎嘅工序啊嗰樣嘢。咁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如果請個人嚟講，可能我哋香港都係8個鐘頭。咁即係如果我要做24小時，咁即係我乘出嚟，我都需要即係要有3位同事去幫我做呢樣嘢。但係如果我出現咗 RegTech 之後，我可以簡化咗呢個程序。咁而我人手嗰樣嘢，我哋都會可以慳翻嚇。咁而喺 RegTech 嚟講，都有一個好好嘅功能咧，就係一個叫實時預報。即係話，如果我哋見到一啲違規嘅情況，或者一啲違規嘅 transaction 出現嗰陣時候，我哋都識得喺企業上面可以識得做一個應變，同埋可能我哋需要有機會係要通知一啲嘅法定機構，咁而可以減低咗我哋對於喺法定機構入面我哋產生咗違規上面嘅風險。同埋咧，我哋都可以咧就利用一啲叫做中央數據嘅處理啦。咁因為我哋本身嚟講就喺個 data 上面啦，
各樣嘢都係會變咗係一致，亦都可以方便到我哋唔同嘅 stakeholder 係需要攞上面嘅資料嗰陣時候咧，都可以好快咁樣去傳閱得到。咁其實我諗科技嘅發展咧都係一日千里嘅啦。咁同埋咧係不斷咁更新。咁如果對於 FinTech 嚟講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好重要嘅要注意嘅地方。如果作為 Payment Asia 嚟講咧，咁其實我哋都一直咧都希望咧以一個尖端科技嘅同埋去提升我哋而家嘅服務嘅效率啦嚇。咁我哋都會係7月份嗰陣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已經有公佈過咧，咁我哋已經正式推出咗一個人工智能支付嘅服務流程。咁如果其實大家有需要咧，想了解更加多咧，就關於我哋呢個本身一個人工智能嘅支付服務嘅流程咧，其實可以去我哋個 booth 度。咁我哋個 booth 咧就喺 FA04嘅嚇。咁大家可以如果有興趣嘅，可以過去嗰邊了解下。